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对方也没做什么过分的事，也没说什么伤人的话，甚至偶尔还挺温柔，可你心里就是不踏实，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你翻了一遍聊天记录，讯息都在，早安晚安也没少，上一次见面他也还是笑着的。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发现自己每次传完讯息都会盯着那个对话框发呆，不是等他回复，而是在等一种感觉，一种他真的有在乎我的感觉。然后你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我太敏感？是不是我要求太多？是不是我想太多了？对方其实只是最近比较忙，你找不到一个具体的理由说他不好，所以你把所有的不安都往自己身上算。但我想跟你说，你缺的不是证据，你缺的是确定感。稳定的喜欢不会让你每天都靠猜。今天这支影片不是要教你用一条讯息，一次慢回，一次冷淡，就判断一个人喜不喜欢你。因为真正没那么喜欢你的人，不一定会突然失联，他可能还是会回你，还是会说早点睡，还是会问你到家了没。可你会发现，他的回应开始变得很薄，他不再追问你的情绪，不再延伸你的分享，不再记得你说过的小事，也不再让你觉得自己被认真看见。真正要看的是那些长期反复出现的细节。看完这支影片，你会知道哪些只是对方一时疲惫，哪些说明你在对方心里的优先级正在下降。你也会明白，为什么对方明明没有失联，你却还是越来越没有安全感。如果你现在正在一段让你一直猜、一直等、一直自我怀疑的关系里，这支影片是说给你听的。我想先说一件事，在感情里，最折磨人的状态，不是对方直接说我不喜欢你了，那反而清楚，那反而可以哭一场，然后继续往前走。最折磨人的是一种模糊，是一种你说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却一直感觉有什么东西在慢慢消失的感觉。关系还在，讯息还有，你们可能上周才见面，可能昨天还在传贴图，表面上什么都没坏掉，但你就是觉得不太对。你开始观察他的动态，他今天几点发了一则限时动态，发完以后有没有回你讯息，你开始记他的回复时间。早上问他一个问题，他3个小时后才回。可是你看到他有在追踪的账号留了新留言，你开始怀疑是不是他在跟别人聊天，只是没空回你。然后你又觉得自己太夸张了，他又没有做什么，他只是比较忙吧。你跟自己说，你深呼吸，把手机翻过去，试着不要想，但睡前你又翻回来看一次。你知道吗？这种感觉其实有一个很准确的名字，叫做缺乏确定感。不是缺乏爱的证据，而是缺乏稳定的确定感。你需要的不是对方每天秒回你，不是他24小时都放着你，你需要的是一种我知道我在他心里有位置的感觉，一种不用靠猜，不用靠观察动态，不用靠反复翻聊天记录去确认的稳定感。但这种感觉他没有给你，所以你的焦虑不是因为你太敏感，不是因为你要求太多，而是因为这段关系从来没有给你一个稳定的位置。我知道你可能会想，那他到底喜不喜欢我？但我想先把这个问题放一放，因为他喜不喜欢你这个问题，其实不是你现在最需要厘清的事情。你现在最需要厘清的是，这段关系有没有让你感觉稳定？很多人以为一个人开始不喜欢你，第一个迹象是讯息减少，是失联，是突然不回复你。但事实不是这样，一个人没那么喜欢你，最明显的不是失联，而是他让你长期处在一种不确定里。他可能还是每天都跟你说话，他可能还是偶尔传梗图给你，偶尔说你最近怎么样，偶尔在你不好的时候说加油，这些东西都还在。但你会发现这些东西都很薄，不是没有回应，而是回应里没有温度，不是没有交流，而是交流完以后你更孤单。不是他不见了，而是你好像越来越难走进他心里。这就是心理学家所说的情绪撤离。
情绪撤离不像失联那么清楚，它是渐进的，是模糊的，是一种很难被直接指出来的变化。它发生的时候，表面上什么都没坏掉，但你就是会感觉到对方好像越来越不在了。一个人没那么喜欢你，他不一定先断联，他可能只是慢慢的停止投入。我想跟你说一个故事，不是什么戏剧性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小的很生活的瞬间。有一个人，姑且叫他小安，某个周三下班，他在捷运上站着等车，旁边有一个卖卤味的小摊，热腾腾的卤汁味飘过来，那个味道让他突然想起小时候，每次期末考完，妈妈都会带他去买那种用塑胶袋装的卤豆干和贡丸，然后他们会边走边吃，说今天考得怎么样，说放暑假要去哪里。那个记忆很温暖，他当下就想传给他。他打开对话框，打了几个字，刚刚闻到卤味，突然想起小时候妈妈带我去买卤味的事，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很想家。他传出去了，他等着，15分钟后他回了，哦，那你饿了吗？要不要去吃东西？就这样，他盯着那句话看了一下，他没有饿，他也不是要问他要不要去吃东西，他只是想把那个一瞬间的柔软传给他以为会懂的人。他想起妈妈，想起那种被好好陪着长大的感觉，想把这份温暖分享给他，但他接住的不是这份温暖，他接住的是你饿了吗这个功能。他回了他，没有，只是随便说说，然后对话就这样结束了。捷运到站了，他把手机放进口袋，走出月台，混进人群里。他没有哭，也没有很生气，只是心里有个什么东西悄悄地凉了一下。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不是被伤害，而是被轻轻地掠过。你打开了一道门，但对方没有走进来，他只是站在门口，问了一个跟这道门完全无关的问题，然后转身走了。你开始怀疑，是不是这道门不值得被推开？是不是我说的东西不够重要？是不是我太小题大做了？一个卤味而已，有什么好说的？你把那个柔软的感受，连同那一点点受伤，一起收了回去。下次你可能就不会再说了。我想在这里停一下，因为让小安难过的，不是那句你饿了吗本身，那句话没什么错，对方也许真的在关心他，只是方式很直接，很功能导向。真正让他难过的是他发现他需要很努力才能让自己觉得被在乎，他需要观察他的回复速度，需要分析他说的话里有没有情绪，需要把他偶尔温柔的时刻截图下来，告诉自己，你看，他还是有在乎我的，他在搜集证据，他在为一段关系辩护，而这段关系的被告是他自己的不踏实。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是你一直在替对方找理由，替他的冷淡找解释，替他的疏远找借口，然后用这些理由说服自己，没关系，他只是最近比较忙，他其实是喜欢我的。你不是在确认爱，你是在自我说服。这就是不确定感最消耗人的地方，不是对方让你难过，而是你被迫成为一个不断在搜集，不断在推断，不断在说服自己的人。你把大量的心力花在猜，花在解读，花在填补那个他到底有没有在乎我的空洞。而这个空洞本来是对方应该填的，不是用秒回，不是用每天100条讯息，而是用稳定、清楚、持续的靠近。我想在这里解释一个心理机制，不是要搞得很学术，只是想让你明白，你感受到的那种他好像没那么在乎的感觉，不是你多想，而是有它的道理。心理学里有一个概念叫做情感投标，说的简单一点，就是在一段关系里，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感是靠一次次微小的情感邀请建立起来的。你传给他一个搞笑影片，是一次邀请；你说我今天好累，是一次邀请；你说你有没有吃过那家餐厅，也是一次邀请。你在邀请对方走进你的世界，跟你一起感受一件小事，一个当下，一个情绪。当一个人喜欢你，他会接住这些邀请，他会追问，他会展开，他会说，你说累，
是发生什么事吗？或者说，那家餐厅我知道，上次我去吃的时候，它让你的分享有了回声，让你感觉自己说的话有意义，让你感觉自己被认真看见。而当一个人没那么喜欢你，他不一定会消失，但他接住你的频率会慢慢降低，他开始只处理你说的事件，不回应你表达的情绪。你说难过，他说没事的；你说好累，他说加油；你说你最近压力很大，他说辛苦了。然后换话题，他在处理你的输入，但没有真的进入你的感受。这个差别你感受到了，你只是一直不确定是不是自己感受错了。不是你感受错了，是这段关系里的情感连结在慢慢变薄。还有另一个机制也很重要，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人会自然产生一种探索欲，你会对他的事情感到好奇，你会记得他上周说过的某件小事，你会主动问，上次你说的那个事情后来怎么样了？你不是因为礼貌才问，而是因为你真的想知道。这种好奇心是喜欢的一种自然表达。当一个人没那么喜欢你了，这种好奇心会最先退场，他还是可以跟你聊天，但他不再追问，不再展开，不再记得你说过的细节，你说的那些小事，对他来说可能只是对话框里的一行字，过了就过了，你没有在他的记忆里留下什么。这不是说你不重要，这只是说明他已经没有再认真把你放进心里。好，现在我要说那5个细节了，但我想先说一件事，你不用对照着清单吓自己，这5个细节每一个都需要放在长期反复稳定的出现这个前提下才有判断的意义。人会累，人会忙，人有状态不好的时候，1-2次冷淡不等于什么。真正需要注意的是长期的模式。第一个细节，回复速度忽快忽慢，而且你找不到规律，不是慢，是不可预测。如果对方每次都回得比较慢，但回复的品质是稳定的，那可能只是他的习惯，或者他真的很忙，这不是问题。问题是你找不到任何规律，有时候他秒回，有时候你传了一整天，到晚上他才传来一个字，有时候他主动找你聊，聊得很起劲，有时候你传个问题，他一个窝就带过去了。你开始试图找规律，他是不是周一比较忙？他是不是下班后才比较有空？他是不是睡前比较愿意聊？你研究他的作息，比研究自己的作息还认真，但就是找不到规律，因为根本没有规律。他回复你的速度，取决于他那个当下有没有心情。你刚好在他有心情的时候传讯息，他就回得很快。你刚好在他没心情或者在忙别的事情时传讯息，你就被放着。而别的可以是很多事，追剧、滑 IG、跟朋友打游戏，只要比回你讯息更吸引他，他就先顾那边。这不是说他坏，这只是说明你在他的优先序里不是那么靠前的位置。稳定的喜欢不是每次都秒回，但它会让你感觉你被放在一个稳定的位置上，而不是靠运气。第二个细节，聊天永远是你在推进，你不找就没有下文，你不问，对方也不会主动说你们能聊，但这段对话的发动机一直是你。你试过停下来，看看对方会不会主动找你。第1天他没有传讯息，第2天还是没有，到了第3天你忍不住了，传了一句最近怎么样，他立刻回来了，说还好啊，你呢？聊得还挺正常的。你松了一口气，你说你看他还是有在理我的。但其实你没有意识到的是，如果不是你先传，他根本不会想到你。你们像一台只有你在踩的脚踏车，你一踩它就动，你一停它就停了。这种关系很累，不是因为你不愿意主动，而是因为你发现你一个人在维持2个人的关系，你一个人在记得，在惦念，在找话题，在创造相处机会。对方是被动参与的，不是主动投入的。有的时候对方并不是不喜欢你，他只是不习惯主动，这确实存在。但如果你试着表达过我希望你偶尔主动找我，对方也承诺了，
却从来没有真的改变，那就不是习惯问题了，那是他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第3个细节，对方从来不主动了解你的生活。你说身体不舒服，对方说多喝水；你说工作压力很大，对方说加油；你说今天发生了一件很烦的事，对方说是哦，这样啊，然后换话题或者不说话了。这些都叫关闭式回应，不追问，不展开，不好奇。他接住了你说的话，但没有走进去。你说我最近睡不太好，如果对方有在乎你，他可能会问是什么原因？是压力太大吗？还是哪里不舒服？他想知道你为什么不好，他想了解你的状态，他会用问题往你的世界里走一步。但如果他只是说那要注意身体哦，然后没有然后了，他是在完成一个礼貌性的回应，而不是在靠近你这个人。这个差别很微妙，但你感受得到。你知道什么叫说了跟没说一样。你分享了，对方也回应了，可是那个回应什么都没打开，什么都没往前走一步。你说完话以后，感觉比说之前更孤单。那种孤单是因为你刚刚伸出了手，但没有人握住。第4个细节，见面永远要你来安排时间、地点、吃什么、怎么过，永远都是你想，对方的口头禅是都可以，你决定就好，我没意见。偶尔你问你有没有想去哪里，他说没有耶，你说就好。你以为他是好商量，是随和，是不挑剔，但慢慢的你发现他的都可以不是因为他真的都可以，而是因为他没有花心思去想。他没有想我想带他去哪里，他没有提前想这个周末可以做什么，他甚至没有想过他最近说想吃什么，我记一下。他等你决定，因为决定这件事不在他的脑袋里。真的喜欢一个人，你会想为他用心，你会想说我订了一间你说过很想去的餐厅，你会记得他说某个地方很美，想去看看。你会主动说下周末你有空吗？我有个地方想带你去。那种主动不是义务，而是喜欢的自然流动。当对方长期都没有这个流动，只是被动的等你出题，你一个人负责所有的用心，你没有一个真正想跟你相处的对象，你只是有一个同意跟你相处的人，这2件事不一样。第5个细节，在一起的时候，对方的注意力不在你身上，你们坐在对面，各自看手机。你说话说到一半，他头也不抬地嗯了一声。你说你有在听吗？他说有啊，但你知道他根本没有。你分享了一个你觉得挺有趣的事，他笑了一下说对哦，然后继续看他的荧幕。你在说话，但没有人在听。你不是在约会，你是在陪对方消磨时间。有的人可能觉得在一起就好，不一定每分钟都要对看着对方聊天，这我同意。相处不一定是滔滔不绝的交流，可以是安静的做各自的事，也可以是什么都不说，只是待在一起。但那种安静跟这种各自看手机的空洞感是不一样的。真正的安静的陪伴，是你感觉对方在那里，哪怕不说话，你感觉他有把注意力放在这个空间，放在你这个人身上，放在你们共同在一起的这段时间。但如果他的眼神从来没有在你身上停留，如果你说话他的头从来不会抬起来，如果你们在一起2个小时，他更认真看的是手机荧幕而不是你，那他人虽然在，但他的心思不在这里。你最难受的不是孤单，而是在有人陪的情况下还是那么孤单。这5件事表面上看起来各自独立，但他们背后有一个共同的逻辑。你在对方的生活里慢慢变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有你可以聊天解闷，可以陪他消磨周末，可以接收他的日常讯息。没有你也不影响什么，他的生活照常运转，甚至他不一定会想到你。你不是完全被遗忘，而是一次次被排到后面。有人找他，他先过去；有事情发生，他先去忙；有更有趣的事，他先去做。你一直在，但一直在后面等着。你没有消失，但你也没有在他心里占一个清楚的
确定的、重要的位置。这种感觉比被拒绝更难受。被拒绝是清楚的，它有一个终点，你可以从那个终点开始往前走，但这种模糊的、可有可无的感觉，它没有终点，你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不知道要怎么跟他说再见，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应该继续等，你就这样卡在那里，越等越小，越等越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值得被人认真喜欢。不是你没有资格被认真喜欢，是这段关系没有给你那个位置。说到这里，我要加一个很重要的说明，我不希望这支影片让你看完就开始怀疑身边所有的人。人会累，人会忙，人有状态特别差的时候，你的朋友、你的伴侣、你喜欢的人，他们都不可能每天都100%在线，每天都充满能量的陪着你，回应你，关注你。所以1-2次慢回不是问题，1-2次说话敷衍不是问题，偶尔见面没什么话说也不是问题。真正需要注意的是长期的模式，是那种反复、稳定、持续的冷，是那种你跟他说过我希望你多一点主动，他说好，我会的，但什么都没有改变的感觉，是那种你感觉不踏实，跟他说了，他说你想太多了，但你的不踏实还是没有消失的感觉，是那种你一个人扛着所有的用心，一个人在维持这段关系，一个人在猜，在等，在说服自己，而且这种状态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的感觉。你怎么区分他只是最近忙和他没那么喜欢我？有一个很简单但很有效的方法，你试着说出你的感受，然后看他怎么回应，不是测试，不是下套，就是说一次真实的感受。你可以说，我最近觉得我们距离有点远，我不太确定你现在怎么想，或者说最近感觉你不太在，我有一点不踏实，不知道是不是我想太多了。如果他真的只是最近忙，他听到你说这个会感到一点点愧疚，会解释，会靠近你，会说对不起，我最近确实压力比较大，但我还是很在乎你，然后他会有一些行动让你感觉到他有在听。但如果他没那么喜欢你，他的反应可能是让你觉得更不安，他可能说你想太多了，把责任推回你身上。他可能说我最近很忙，但之后什么都没有改变。他可能沉默几秒，然后换话题，假装你刚刚没说那句话。他不是在解释，他是在回避。因为一个真的在乎你的人，听到你不踏实，他的第一反应不会是让你觉得自己说错了话。如果你看到这里，感觉这支影片说中了你的状态，我想跟你说一件事，不要试着用更多付出去换确定感。我知道那种冲动，你觉得也许我再主动一点，也许我再努力一点，也许我让他看见我有多在乎他，他就会回过头来认真对你了。但感情不是理财产品，不是你投入越多回报就越大。一个人对你的喜欢程度不是靠你的付出决定的，你越努力去换确定感，你就越把自己放在一个求确认的位置上。你的用心在对方那里可能不是感动，而是习以为常，因为他知道不管他怎样，你都会在那里。这不是你的错，这是你在一段长期缺少稳定回应的关系里学到的一种求生方式。你以为只要自己够努力就可以填补那个空洞，但你填不了那个空洞。那个空洞是对方那一边的缺口，你能做的是停下来，不是赌气，不是试探，不是故意冷落对方，等着看他有没有反应，而是真的把注意力收回自己身上。去想想，在这段关系占据你大部分心力之前，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有没有一些一直想做但一直没做的事？有没有一些让你感觉自己活着的兴趣？有没有一些你很久没有联络的朋友？去做那些能让你重新感觉自己有重量的事。可以是去跑步，可以是开始看一本一直搁着的书，可以是重拾一个放弃很久的爱好，可以是整理一下自己的生活空间，可以是订一张去某个地方的票，一个人去，或者约你很久没见到的朋友，
不是要假装自己很好，不是要表演你看我没事的给对方看，而是真的让自己的生活有一些重量，让自己不只是活在那段关系的反射里，不只是靠猜他的心情来决定今天自己心情的好坏。当你的生活开始有自己的重量，你会慢慢发现你不是非要那个确定感不可了。你有没有注意到，当一个人完全沉浸在一段让他焦虑的关系里，他会开始让那段关系定义自己的价值感。他回得慢，你觉得自己不重要；他说话敷衍，你觉得自己说的事情没意思；他没有主动找你，你觉得自己不值得被想念。你把他的反应当成自己价值的评量标准，但他的反应只说明他这个人此刻的状态和选择，他不等于你的价值，你的价值不需要靠他来确认。我知道，道理听起来很简单，把注意力收回自己身上，不要靠他来确认自己的价值。听起来很容易，但做起来很难，因为你喜欢他，因为你已经投入了，因为你已经习惯了每天都想着他，习惯了把他的讯息当成你的日常，习惯了他在那里，哪怕只是很薄的在那里。我不是要你立刻斩断所有感觉，也不是要你强迫自己假装不在乎，我只是想让你看清楚一件事，一个真正喜欢你的人，不一定每天秒回，不一定每次都说对的话，不一定每分每秒都很完美，但他会让你感觉你在他心里有一个稳定的位置，你不需要靠猜，不需要搜集证据，不需要每天反复确认他还在不在，你就是知道你对他来说是重要的。这种感觉不应该是奢侈品，但如果你在一段关系里长期都得不到这种感觉，如果你一直在猜，一直在等，一直在把他偶尔的温柔截图下来说服自己，如果你一直在问自己，我是不是太敏感，是不是要求太多，是不是太烦，那我想告诉你，不是你太敏感，不是你要求太多，是这段关系一直没有给你一个稳定的位置。而这种长期的不确定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很重要的答案的一部分。你不需要等到对方明确说出我不喜欢你，才能允许自己承认这段关系让我很累。你不需要搜集到足够多的证据，才能允许自己停下来。你已经感受到了，你感受到的不是你的问题，那是真实存在的冷。真正值得你花时间的人，不会让你在凌晨2点反复确认自己是不是被喜欢，他不一定完美，但他会让你感觉。你不需要一直猜，而一个人最大的底气，不是被谁喜欢，而是不依赖任何人的喜欢，也能活得很好。这不是说你不需要爱，不是说关系不重要，而是说当你能够站在自己脚下，不靠一个人的回复速度来决定今天心情的好坏，不靠一个人的态度来确认自己有没有价值，你才能清楚地看见这段关系给了你什么，又让你失去了什么，然后你才能真的做出选择，而不是在恐惧和依赖里继续等着那个确定感出现。慢慢来，把注意力收回自己身上，一点一点地。你值得一段让你感觉稳定的关系，不是完美，但稳定，不是每天秒回，但让你知道你不需要猜。这个要求不算多，如果这支影片说中了你现在的感受，你可以在留言区说说你的故事，你不一定要说得很完整，就算只是说我懂这种感觉也可以。有时候被看见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疗愈。我们下支影片见。